今次去到 W 酒店，佢哋嘅自助餐而家做緊半價，午餐嘅原價係538，半價之後即係269蚊，再加一。咁呢個價錢到底係真係抵啊，定係有啲位要將就呢？我哋一齊去睇真啲 ，Let's go！ 自助餐抵唔抵唔係靠感覺，想知乜嘢先係抵？記得訂閱啦！今次呢一個優惠，我喺 KKday 嗰度訂，原價係538蚊，半價之後再以正價加一，最終嘅價錢就係323蚊。有時候平台仲會有啲額外嘅優惠添。週末嘅價錢會比較貴，但係食物同平日係一模一樣嘅。訂座嘅連結我會放喺資訊欄俾大家參考下。同大家利申翻先，今次係完全自費冇贊助嘅。我哋而家睇下 OpenWise 嘅食評先啦，佢哋有239個讚，食評睇落去都幾正面嘅。加上佢上年攞咗 KKday 10大酒店自助餐之一，理論上就應該係幾穩陣嘅。但係實際食落去會唔會係另外一回事呢？順帶提提各位，如果揸車嚟嘅話，食滿1200蚊就可以有3小時嘅免費泊車。至於交通方面，如果係選擇乘搭港鐵嘅話，就可以喺九龍站落車，由 C1 出口上扶手電梯，上咗去之後由 Godiva 朱古力方向行，經過禮賓部轉右，沿住條路一路直行，之後就會見到 LV 店，旁邊有個入口，入去之後就係 W 酒店嘅入口。入到大堂再直行，就會有3部觀光電梯，搭 lift 上到去6樓，自助餐廳 kitchen 就喺左手邊。酒店亦都有提供水同埋糖果，呢啲都幾貼心。自助餐係由晏晝12點鐘到2點半，差唔多12點鐘先至會安排入座。其實 W 酒店係就一種比較時尚、設計感好重嘅感覺，同傳統嘅5星酒店感覺好唔一樣。入到去餐廳之後，成個空間都幾開揚。據資料顯示，呢度有176個座位，座位區主要分幾個區域。靠窗嘅座位望出去，可以望到西九龍海旁嘅旁邊，視野都幾開揚。再遠少少就係油麻地避風塘嗰邊，中間嘅位置就係靠住飲品區，攞嘢飲都幾方便。飲品區旁邊有條長走廊，行入去之後就會到達所有嘅食物區。呢度集中喺一個方塊入邊。其實整體嚟講，呢個自助餐係屬於集中式食物分佈。首先講下凍海鮮，今日嘅選擇唔多，剩得4款，包括有麵包蟹，呢度上手都好大隻，啲蟹膏都尚算可以嘅。至於味道呢，就算中等啦。另外就有青口、小龍蝦同埋凍蝦。整體嚟講，凍海鮮都係一般般。凍海鮮同上次一樣，都係有4款選擇，所以冇乜點變。至於香港人最關心嘅刺身區，呢度就有4款，包括吞拿魚、三文魚同埋希靈魚。呢一度嘅刺身就唔係即切嘅，係職員一批準備好之後放喺碟度俾客人自己攞。刺身嘅厚度就唔係好一致，出品就有少少參差啦。刺身整體都算新鮮，但係同正價相比，肥美度同質素都下降咗，可能呢一個就係半價嘅原因啦。而且呢度嘅刺身好快俾人攞晒，但係補貨嘅速度都尚算可以嘅。旁邊就有魚生飯、中華沙律、冷麵，仲有幾款幾靚嘅壽司卷添。整體嚟講，呢一區嘅表現都係一般般嘅啫。至於佢旁邊嘅即煮麵檔，反而就有少少驚喜。雖然配料嘅選擇唔多，淨係得油麵、蝦同埋魚蛋，隻蝦食落去都幾爽口。至於湯底方面，就可以揀雞湯或者叻沙湯。我今次就攞咗叻沙湯，整體嚟講味道幾濃同埋幾香。而家到咗另外一個主角位，就係切肉區啦。呢度得一款牛肉可以揀，切出嚟嘅生熟程度都控制得幾好。而牛肉嘅質素呢，就算中等啦，個口感都還可以嘅，食落去唔會好鹹，但係整體質素就唔係好出色啦。其實轉彎位呢度有個隱藏嘅食品㗎，我相信好多人都睇唔到。
其實呢一度係有即製嘅肉醬通粉，不過呢個陳列品擺得比較細，所以好容易就睇唔到啦。記得同入邊嘅職員落單，就會即場煮俾你噶啦。通粉就煮得偏軟咗少少，如果你係中意有口感嘅，就可能覺得有少少過熟。肉醬嘅味道就中規中矩，而上邊就可以自己落帕瑪神芝士，而旁邊就有5款西式嘅熱盤，其中2款係薯仔類，整體嘅表現都唔錯嘅。比較好食嘅就有焗三文魚配沙沙醬，三文魚覺得好腍，而且口感都幾滑，我幾推薦。另外就見到蜂蜜雞，味道都還可以嘅，不過啲雞呢就唔係好 juicy 嘅啫。另外一款就係法式芝士焗海鮮，啲醬汁都幾濃，不過牛肉方面呢就有少少鞋啦。中間呢一個比較熱門嘅位置就見到好多上海菜，其實今日嘅主題係以上海菜為主，旁邊嘅裝飾都好有心思，見到一啲舊式嘅上海海報，仲有留聲機呢啲懷舊擺設。咁既然今次係上海做主題，咁一定係會有小籠包啦。小籠包擺喺個蒸籠入邊，熱辣辣。每隻小籠包都會擺喺個碟上邊，方便顧客拎。入邊嘅肉汁就唔算多，肉嘅質地唔算柴，整體嚟講都還可以接受嘅。下邊仲有煎鍋貼，不過個皮就唔多似傳統嘅上海鍋貼，反而用咗雲吞皮包住，我就覺得質素比較一般嘅啫。另外嘅特色點心仲有火腿梅菜乾酥餅，個外層咬落去都幾酥脆嘅，不過入邊嘅餡同埋整體嘅味道都係略為普通，整體嚟講屬於中規中矩啦。喺佢側邊仲有啲上海嘅熱盤，首先係青檸油爆蝦，個汁都幾濃，不過蝦肉呢就比較一般啦。另外就有香菜菇配無錫油麵筋，食落去麵筋好滑，反而呢一個就真係唔錯。跟住就見到上海山林糖醋牛肉，牛肉就稍微韌咗少少，我覺得麻麻地。跟住就係石富門紅燒肉，整體嘅表現都係一般。最後仲有飛魚子臘味炒飯。對面嘅長台仲見到啲上海嘅冷盤，例如有陳皮四喜烤麩，不過個味道就比較一般，而且烤麩仲有少少乾添。另外一款就係拌豬肚。其實呢一度嘅印度料理區都佔咗幾大部分。我記得以前呢個位置會比較多唔同款式嘅特色菜，而家主要就改造咗印度料理區。不過佢哋嘅咖喱同埋雞肉咖喱角都做得唔錯噶。當然仲有我自己最中意嘅薄脆餅啦。呢張台仲擺咗啲中式嘅燒味，好似有豉油雞、燒鴨同埋滷水豬腩肉。整體嚟講選擇唔多，屬於基本嘅配置。至於台嘅盡頭就有4款預先拌好嘅沙律，好似有鮮蝦南瓜芝士沙律。整體嘅款式都幾簡單，都係屬於比較基本嘅選擇。而靠住入口個位置就見到幾個凍櫃，其中一個就係健康沙律吧，另外就擺咗凍肉同埋芝士，不過整體質素都係一般。而最入邊靠住海鮮嗰邊嗰個櫃就擺咗大概8款生果，全部生果都係算新鮮嘅。其餘嘅就見到南西包、一款西湯同埋一款中湯。中湯係肇慶花雕雞湯，個味道都算濃，個味道都唔錯嘅。至於呢一個經典嘅點心車呢，今日就提供咗4款點心，都係以包類為主，好似有流心奶黃包、蔥花卷、小米糕同埋牛肉球。不過整體嚟講，選擇明顯比正價時候少咗，而且款式都係偏向比較基本，冇太多特別嘅驚喜。最後就到甜品區，一眼望落去，款式比正價時候少咗，不過都仲見到一啲基本嘅選擇，好似夾糖同埋萬樂珠。另外就有熱辣辣嘅葡撻，酥皮嘅層次都幾分明，整體嘅質素都幾好。而麵包布甸食落去都算滑身，唔算太乾。因為今次係上海做主題，仲特別見到台條沙琪瑪。
好清新嘅桂花啫喱同埋桂花糕。桂花糕嘅口感好煙韌，我覺得做得唔錯。而蛋糕方面就有栗子蛋糕、芝士小蛋糕，另外紅豆綠茶芝士蛋糕同埋蛋白霜都幾好，食到柚子嘅味都幾清新。如果你中意榴蓮嘅話，呢度就有榴蓮慕斯同埋蛋糕。而呢一條士多啤梨卷裝飾就靚啦，但味道就一般嘅啫。差唔多到2點鐘左右，有啲蛋糕已經開始冇晒，不過佢哋都有補貨，仲特別攞咗細細件嘅費雪藍栗子蛋糕出嚟添。如果預先同酒店講係慶祝生日，佢哋就會特別準備一個小蛋糕。今次就係一個朱古力嘅慕斯蛋糕，上面有一層好靚嘅紅色朱古力噴砂，賣相都幾精緻噶。碟上邊仲會寫生日快樂，同埋點一支蠟燭。呢個蛋糕我覺得朱古力味都幾濃，佢嘅質素好明顯係好過自助餐嗰啲蛋糕。其實我見到門口嗰啲外賣蛋糕細細個都要幾廿蚊一個，所以酒店對於生日嘅安排都幾有誠意噶啦。至於雪糕方面，佢哋提供咗5款杯裝嘅雪糕，全部係自家製。我記得上一次嚟，佢哋仲用緊 Häagen-Dazs 嘅杯裝雪糕，今次就轉咗自家製，都幾值得試下噶。我首先試咗海鹽焦糖意式雪糕，個味道幾濃，而且個口感都幾滑，整體嚟講係幾好味嘅。另外就試咗個朱古力味道，同樣都幾濃，幾有水準。所以整體嚟講，佢哋自家製嘅雪糕質素都算幾好，而且個杯嘅設計都幾鮮艷，賣相都有加分噶。最後就講翻座位區中段旁邊嘅飲品區，呢度有3款凍果汁，另外有部咖啡機可以沖咖啡同埋茶，基本上就冇其他選擇啦。如果想飲酒精飲品，就可以額外加錢。整體嚟講，我覺得飲品區嘅選擇真係幾少嘅。總結翻 W 酒店呢個嘅半價自助餐，如果用正價接近600蚊嚟計，我就覺得整體質素未必去到5星級酒店應該有嘅水平。無論係海鮮、刺身定係熱盤，有啲位係比較普通，甚至有啲差添。不過如果係以半價呢個價錢嚟睇嘅話呢，我就覺得係可以接受嘅。特別係麵檔、某啲熱盤，仲有自家製雪糕，呢啲都係加分位。但同時間就要接受款式比正價時候係少，部分嘅食物質素只係中規中矩，飲品嘅選擇就真係好簡單啦。所以呢個自助餐唔好話驚喜，但係用半價嘅價錢嚟5星級酒店食個 lunch buffet，我覺得都係一個幾穩陣嘅選擇。好啦。今集嘅分享就到呢一度，多謝你哋睇到最尾啊！如果你對自助餐嘅分析有興趣嘅話，記得訂閱啦，仲有記得按讚、留言同分享啊！我哋下次見，多謝晒。